小城大事開播，趙麗穎的扛劇神話破滅了。好男不跟女鬥，幼稚。雙引號。小城大事開篇的幹部競聘會上，李秋平與鄭德成的初次交鋒，就帶着一股子嗆人的煙火氣。一個是從法國留學歸來，滿腦子城市規劃藍圖的知識女性，一個是土生土長，習慣蹲在地上跟村民比劃的基層書記。為了爭奪建設粵海鎮的主導權，兩人針尖對麥芒。這場戲被不少提前看片的媒體盛讚為紅色幽默，充滿了生動的時代質感。然而，當這部集結了趙麗穎、黃曉明，並由慶餘年導演孫浩與大江大河編劇袁克平聯手打造的年度大劇，真正在央視8套揭開面紗後，圍繞它的討論卻迅速滑向了另一個極端，數據成了最冰冷的審判官。開播次日，雲和數據排名上升5位，全網播放量佔比從首日的 2.7% 升至 6.3%。這個數字如果放在普通劇集上，或許值得慶賀，但對於一部被寄予厚望、號稱央視開年王炸的年代大劇而言，卻顯得格外刺眼。行業內有句老話，新劇看3天，尤其是首日表現平平的年代劇，往往寄望於口碑發酵帶來次日的指數級增長。然而小城大事次日數據僅翻了約2倍，遠未達到大爆劇目常見的3倍乃至更高的飆升曲線。這似乎為劇集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更直接的對比來自同期對手，同樣是85花主演，在央視8套播出的《生萬物》被拿來與小城大事反覆衡量。《生萬物》開播次日收視峰值便突破了 2.8%， 網絡播放量佔比更是從首日的 4% 猛增至 15.3%， 估值達到3451萬，呈現出典型的低開高走態勢。反觀小城大事，收視走勢被指高開低走，前2集尚有上升勢頭，後2集卻不升反降，最新1集的收視峰值甚至沒能超過第1集。網絡播放量方面，首日佔比 2.7%， 即均僅150萬的熱度，被評價為開局不利，一漲一跌，差距立現。熱點新知於是，輿論的矛頭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擔任一番大女主的趙麗穎，扛劇能力再次成為熱議焦點。有觀點尖銳指出，趙麗穎自《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之後，再無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爆款劇集。即便是讓她捧回飛天獎優秀女演員獎盃的風吹半夏，也被認為更多是演員個人出圈，劇集整體成績平平。此次小城大事作為她殺青半年多來的唯一存貨，開播前備受期待，開播後卻未能掀起預想中的聲浪，這種落差讓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質疑聲再度響起。演技成為被集中審視的靶心。儘管有媒體稱讚她在新劇中完全脫離了流量外衣，表演自然又討喜，但另一種聲音卻批評她在小城大事中的表現毫無進步，指責集中在眼神空洞無神、表演流於表面且套路化，以及台詞沒有情感起伏像 AI 等方面。這與她在同期另一部劇《逍遙》中客串角色時遭受的面無表情、演技退步等批評形成了某種呼應，也與其在小城大事宣傳期被讚譽的為角色曬黑增重、素顏出鏡等敬業付出，構成了頗具諷刺意味的對比。當然，也有支持者認為，趙麗穎此次飾演的基層幹部李秋平，無論是幹練的短髮造型，還是角色本身留法歸來、理想主義與基層現實碰撞的特質，都讓他展現了與以往不同的魅力。他與秦俊傑飾演的記者男友之間，因志向不同而漸行漸遠的感情線，也被認為是劇中的細膩看點。但這一切
似乎都未能有效轉化為留住觀眾、拉動數據的強勁動力。一種觀點開始浮現：趙麗穎或許屬於角色抬人的演員，當遇到像和幸福、許半夏那樣極具張力和成長弧光的角色時，她能大放異彩；一旦角色本身或劇情張力不足，她的市場號召力便會大打折扣。不可否認，《小城大事》本身具備諸多爆款潛質。其改編自榮獲5個一工程獎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講述浙江龍崗農民在灘塗上白手起家、集資建成的真實傳奇，題材厚重且獨特，幕後班底堪稱頂級，導演孫浩、編劇袁克平以及攝影、美術、造型等均來自《狂飆》《漫長的季節》等爆款劇的金牌團隊，演員陣容更是實力派團建。黃曉明此番徹底去油，塑造了一個土氣又執着的基層幹部形象。朱媛媛的熒屏遺作，她飾演的創業女性高雪梅鮮活生動。此外還有陳明昊、於艾磊、張國強、耿樂等一眾戲骨加持。劇集試圖用輕喜劇的敘事消解年代奮鬥的沉重，展現小人物幹大事的煙火氣，初衷值得肯定。然而，所有的這些王牌，在開播後的實際市場反饋面前，似乎都暫時失去了魔力。雲和數據排名前3的新劇均已完結，當前檔期對小城大事而言，本應是沒啥競爭對手，憑借口碑吸引觀眾的黃金時機。但就目前來看，它未能抓住這個窗口期，實現數據的強勢逆襲。當萬人夯土鑄成的宏大場面與農民把化肥袋剪開縫成衣服的細膩細節所構建出的時代畫卷，撞上了疲軟的收視曲線和未能爆發的網絡熱度時，一個殘酷的問題被擺上台面：在當下競爭激烈的劇集市場，究竟什麼才是決定一部劇成敗的關鍵？是頂級的配置、用心的制作，還是那個最直接也最無情的數字遊戲？小城大事的故事裡，李秋平和鄭德成面對荒灘，堅信只要信念堅定，就能創造奇蹟。但劇集之外的現實戰場，奇蹟似乎需要更苛刻的公式。當觀眾用遙控器和點擊率投票時，所有的前期光環與口碑鋪墊都不得不接受最及時的檢驗。趙麗穎與黃曉明的這次攜手，究竟是為觀眾奉上了一部被低估的匠心之作，還是再次印證了大制作不等於大爆款的市場規律？或許答案就藏在接下來每一天更新的數據裡，藏在每一位觀眾是否願意持續追更的選擇中。